很多人一听到死这个字，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本能的躲着走。这种心情我懂。可我今天要跟你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真的大可不必。佛法把宇宙万物规律讲得明明白白，叫成住坏空。咱们这具肉身说白了就是一件衣裳，穿了几十年，破旧了，就该脱下来换新。生老病死，那是天地间最自然不过的规律。你越怕走的时候心就越乱。我今天为什么非要跟你们聊这个呢？因为太多人心里有个疙瘩解不开。常有人跑来问我，禅师，我家老人临走前几天，家里老出怪事，是不是闹鬼了？我告诉你们，那不是闹鬼。咱们民间传了1000年的老话，叫人寿尽巫先知。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阳寿快到尽头的时候，最先发觉不对劲的，往往不是医生，也不是日夜守着的儿女，而是你们住的那栋房子，是家里的瓶瓶罐罐、猫狗花草。这不是迷信，这背后的道理藏着极深的生命玄机。老天爷慈悲，菩萨把天机录给你们看，就是为了用这些反常的现象给做儿女的提个醒。老人的时间不多了，该尽的孝赶紧尽，别给自己留下终身遗憾。咱们今天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把老人临走前家里常出现的几个反常一个个说清楚。第一个反常叫老屋冥想，老物悲生。很多人以为人死就像拉闸断电，啪一下人就没了。错了，生命的抽离是一层一层退散的过程。佛法里有2个核心概念，一个叫正报，一个叫依报。正报就是你这个人，你的肉身，你的福报和业力，这是你的主体。依报就是你生存的环境，你的老宅子，你用惯了的桌椅板凳、钟表家具。佛法讲一正不二，人和房子不是分开的2个东西，它们是一个同频共振的整体磁场。老祖宗的易经讲得透彻，天地是个大太极，咱们的家宅就是一个小太极。家里那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是整个家族的镇山之宝，是家的阳气之根。只要老人还有一口气在，他身上那股先天的真阳之气，就默默支撑着整个家的气场。可等到老人的灯油快熬干了，生命力开始往外抽离，这个阳气之根就松动了。根一松动，作为依报的房子失去能量支撑，最先就会产生物理上的崩塌感。这时候家里最容易出什么怪事呢？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老物件。我年轻的时候在江南水乡游历，遇到过一户人家，大户人家有座老宅子，住着一位80多岁的老太爷。那年冬天，老太爷病重，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有一天半夜，屋里静悄悄的，突然之间，屋顶那根100年老木大梁嘎吱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那声音不像是木头裂开，倒像是这栋老房子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家里人吓得半死，以为地震了，跑出来看，房子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紧接着第2天，老太爷床头那座走了几十年的老座钟，啪一下，发条断了，钟摆死死停住，怎么上发条都不动。不到3天，老太爷就安详地咽了气。后来他家大儿子满头大汗跑来问我，这是凶兆吗？我告诉他，孩子，这不是凶兆，这是你父亲和这栋宅子的缘分尽了。木头、钟表这些看似没有生命的老物件，常年累月沾染着主人的气场，早就跟老人同气连枝了。老人的神识要离开，气场发生剧烈震荡，
房子感受到了这股能量的断裂，就会发出那种莫名的悲鸣。那座老钟为什么停？因为主人的时间到了，钟表的磁场失去了主人的阳气温养，气也就断了。所以各位，以后如果你们家里有重病的老人，突然听到屋顶或墙角发出说不清道不明的异响，或者家里用久了的老电器、老钟表、老镜子突然无故坏了、停了、裂了，做儿女的千万别骂骂咧咧，更不要因为修个钟表在老人病床前吵架发脾气。这时候你们心里要咯噔一下，明白这是天地间的磁场在给你们发信号，这是第一层外围环境的崩塌。你们要做的就是把心沉下来，多去床前握握老人的手，陪他说说话，用你们身上的暖意去稳住家里这个即将散乱的磁场。这就是老天爷借着死物给儿女上的第一堂生死课。可老物件终究是死物，它们只能反映出磁场的断裂。但家里那些喘着气、长着叶子的活物，它们身上是有生机的，对生死交替的反应就大得多了。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反常：猫狗悲鸣，草木枯槁。先说草木，很多老人家晚年没事干，喜欢在院子阳台上弄些花花草草，哪盆花该浇多少水，哪株草该晒多少太阳，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有一天老人突然生了重病，躺下眼看着不行了，怪事就来了。那些原本长得好好的老人最心爱的盆栽，竟然在一夜之间叶子大片大片发黄枯萎，你怎么浇水施肥都救不回来，连根都烂了。很多年轻人不说这是巧合，或者老人病了没人照顾花草，哪有那么巧的事？你细想，为什么偏偏就在老人快走的那几天，花草突然暴毙？佛法讲万物有灵，同气连枝。大白话说，这些植物长年累月靠着老人身上的生气和心血滋养，跟老人的命脉早就连在一起。老人是家里的阳气之根，现在这个根开始萎缩，要断了附着在根上的植物，生机也就跟着断了。植物的枯萎，就是主人生命力即将消亡的一面镜子。说完植物再说动物，咱们经常听老辈人讲，家里如果有重病的老人，平时温顺的狗会在深更半夜突然对着空荡荡的房间或某个墙角发出呜呜的悲鸣，尾巴夹得紧紧的，敢往前凑。如果是养猫的家庭，猫的反应更激烈，它会突然变得特别狂躁，到处乱窜，甚至离家出走，好几天不敢回来。遇到这种事，家里人往往吓得够呛，以为猫狗看见鬼了，看见黑白无常来索命了。其实你们不要用那些神神鬼鬼的观念去吓唬自己。佛法唯识中说得很清楚，咱们人类太聪明，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咱们的第六识分别心和理智太重，后天的世俗污染把先天本能感知全蒙蔽了。可动物没有这么复杂的思想，它们的信念单纯，处于一种天然的觉察状态，所以生来就带着一点天眼通的雏形。他们看到鬼了吗？不是，他们看到的是气场，他们看到这个家里的阴阳比例正在发生恐怖的失衡。老人的阳气一旦开始大量抽离，这个家宅就像被拔掉了瓶塞的漏斗，那种阴性的冰冷的死亡气场就开始往屋子里倒灌。狗是偏阳性的动物，它敏锐地闻到了这种死气，所以本能地感到害怕悲伤，发出哭丧一样的声音。而猫属阴，灵性比狗还强，它知道屋子里死气越来越重，扛不住了，为了保命必须躲避这种衰败之气。我从前有个老道友姓李，
一辈子乐善好施，是个大善人。他在自家后院种了一片紫竹林，养得郁郁葱葱，那是他的心头肉。他还养了一只通体乌黑的大黑猫，跟了他10几年，形影不离，平时就爱窝在老爷子膝盖上。到了80岁那年，老李的身体忽然垮了，卧床不起，请了多少名医都摇头说回天乏术。就在他走的前几天，怪事接二连三的来了。先是那只寸步不离的大黑猫突然在宅子里消失了，全家人把院子翻了个底，朝天也找不着。紧接着同一时间，后院那片长势极好的紫竹林，竟然在一夜之间大片大片叶子焦黄枯萎，干枯的就像被大火无情烤过一样。老李的大儿子心里直发毛，请了一位懂行的人来看。人家一进门看了看枯死的竹林，又问了黑猫的事，长叹一口气说：你父亲的生机已经尽了，竹子中间是空的，讲究一个通字，象征人的寿元。如今竹林枯萎，说明老爷子的寿元已经耗尽了。至于那只猫，猫通灵性最重，它不是单纯跑掉，而是感应到了这宅子里的死气，躲开了，或者说是去给老爷子探阴间的路。果然，大家没日没夜守了7天之后，老李安详地咽了气。你们看，万物有灵，老天爷借着这些猫狗草木的奇异变化，在给儿女报信。这时候家里的气场已经乱作一团，是对后辈德行的巨大考验。很多人遇到猫狗半夜乱叫，心烦意乱，甚至拿扫把去打骂动物，千万不要这样，他们是在给你们提前预警。这时候你们做儿女的，更要用加倍的孝心，用兄弟姐妹之间的和睦，把这个家里即将散掉的阳气给补上去。你们只要心定，这股祥和之气就能稳住家运，老人才能走得清静安心。讲到这里，你们体会到了吗？从死物到活物，老天爷给的提示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急促。但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没有。当死亡的磁场进一步逼近，当老人的神识马上要走到阴阳交界处的时候，连带的周围看不见的维度界限也要开始破裂了。到了那个时候，屋子里会出现一些让你们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动静。这就是我要讲的第3个反常，平地生风，无故叩门。常有人跑来跟我讲，说老人快不行的那几天晚上，家人守在床前，明明是大冬天，门窗关得严严实实，屋子里却莫名其妙刮起一阵风。这股风很怪，不吹动窗帘，也不吹翻桌上的纸，但你就是能感觉到有一股冰冷刺骨的旋风在脚脖子上打转，或者顺着后脖颈子往下钻。伴随着这股阴风的，往往还有一种让人头皮发麻的声音，咚咚咚。夜深人静的时候，门外或墙上突然传来3声极其清晰的敲击声。你跑去开门，走廊里空空荡荡，连个鬼影子都没有。遇到这种事，一般人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了，以为是黑白无常来锁魂了，或者是家里闹鬼了。你们要晓得，咱们学佛不是为了迷信，是为了破迷开悟。我今天就用大白话把这个玄机给你们揭开。先讲这股无名之风，佛法里有一个词叫业风，这不是气象学上说的空气对流，而是业力之风。咱们普通人健康的时候，身上都有一股先天的纯阳刚气，道家管这叫胃气。这股气就像一个大火炉，把你这个人把这个家照得严严实实。那些处于低频维度的阴性能量，非人众生根本靠不了你的边，一靠近就被阳气冲散了。可当老人到了弥留之际，他身上的这个火炉眼看着就要熄灭了，
保护它的那层先天罡气破了一个大洞。这时候两个不同维度的空间，咱们的阳间和另外一个看不见的阴界界限就变得像一层窗户纸一样薄了。那股你们感觉到的阴冷旋风根本不是空气在流动，而是异度空间的磁场顺着这个破洞倒灌进来的能量波。因为它属于阴性磁场，人的身体一接触，本能的就会觉得阴冷起鸡皮疙瘩。那敲门声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就牵扯到佛法里最让人敬畏的一个道理。咱们人活在世上，包括过去多生多世，你以为你干的那些事，欠下的那些债，就随风飘散了吗？绝对不会。你欠的命债、钱债、情债，全都在宇宙的因果网络里记着账。这些被你伤害过的众生，平时你阳气旺运势盛，他们虽然跟着你，但没法晋升。现在你要撒手人寰了，保护罩没了，此时不来讨债，更待何时？所以那咚咚咚的敲门声，不是什么牛头马面，而是你生生世世的因果债主循着业力的牵引找上门来了。这在修行界有个说法，叫阴风吹动冤亲扣关。这声音是两个维度交叠时产生的磁场共振，是因果讨债的最后通牒。我记得早年间有个老居士，家里就遇到过这事。老爷子昏迷了好几天，天半夜守夜的儿子突然听到大门被拍得震天响，伴随着一阵极其浑浊的冷风在屋里乱窜。儿子吓得拿起了扫把，以为进贼了。我后来告诉他，你拿扫把有什么用？那是你父亲的因果找上门了。这个时候肉眼凡胎看不见，但老人的潜意识绝对感觉得到，他在替自己过去造的业买单呢。讲到这里，你们是不是觉得后背有点发凉？其实大可不必害怕，因果不虚，欠债还钱，这是宇宙间最公平的交易。老天爷让这些阴风和叩门声显现出来，不是为了吓唬儿女，而是为了告诉你们，老人的世间缘分已经走到尽头，因果的清算马上就要开始了。好，刚刚我从家里的老物件、动植物一直讲到了阴阳交界处的阴风扣关，你们发现没有？这些动静再大，都还是发生在老人身外。在佛法里，这叫依报的崩塌，外围阵地已经全部失守。接下来，这股生死的较量就要长驱直入，直逼老人自己的这具肉身。这就是佛法里讲的正报开始坏死这个阶段，也就是我要跟你们讲的第4个反常，是做儿女的最容易犯大错的一个阶段。气味突变，切忌掩盖。很多人以为人老了，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出一口长气，人就平平静静走了。那是你们电视剧看多了。在佛法极其微观的生命科学里，人走的时候，肉体内部正在经历一场毁天灭地的大地震。这个过程佛法有个专有名词叫4大分离。咱们这个肉身是怎么来的？是地、水、火、风4大元素假合而成。骨头肌肉属于地大，血液体液属于水大，身上的温度属于火大，呼吸和气脉属于风大。当一个人阳寿将近，这4大元素就不再抱团了，他们要解体。这个解体过程，老人的主观感受是极其痛苦。首先是地大溶于水大，老人会感觉好像有千斤巨石压在身上，连翻个身都做不到。骨头缝里透着剧痛，接着是水大溶于火大，身体开始出冷汗、流黄水，感觉忽冷忽热，像在冰窟窿和火炉子里来回翻滚。再接着火大溶于风大，身上的温度点点退去，从脚底板一直凉到头顶。最后风大散去，呼吸变成了倒气，
最后一口气呼出，再也吸不进来。就在这五脏六腑全面停摆，四大剧烈分离的时候，屋子里就会出现第四个反常，老人身上会散发出一股极其特殊的怪味。很多年轻人闻到这个味道，第一反应是捂着鼻子，以为是护工没给老人洗澡，或者排泄物弄脏了床单，其实根本不是。这种味道极其特殊，闻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掉。这到底是什么味儿？我给你们透个底，这叫浊气外泄。平时咱们健康的时候，全靠一口先天的阳气锁着五脏六腑。现在阳气散了，原本被时时锁在身体最深处的那些病气，甚至是多生多世积累下来的业力、败坏之气，失去了约束，全部顺着身体的84000个毛孔往外冒。这种浊气通常有2种表现，第一种是一股带着甜味的腐朽气，既不是香也不是单纯臭，就像是熟透了快要烂掉的水果，里头还混着一点金属的腥气。在咱们中医五行里，人属土，脾胃也属土，这种甜腥味一出来，往往代表老人体内的脾土之气已经彻底败坏了。第二种是一种极重的土腥味，就像大雨过后你把地里陈年的烂泥巴翻出来的那种味道。这种土腥味一旦弥漫开来，就代表着地气已经到了尘归尘土归土的最后阶段。遇到这种浊气外泄，是对儿女慈悲心最大的考验。很多做儿女的心里膈应，觉得这味道太难闻了。为了屋里空气好一点，或者为了招待来探望的亲戚，跑去买浓烈的香水在屋里喷，或者点上一炉极品檀香沉香，企图把这股死气盖过去，千万使不得。这是大错特错，这是在害你的父母。为什么？老人正在经历四大分离的剧痛，神识已经处在极度敏感、极度混乱的边缘。那股浊气是他肉身带着一身的业力在往外排，你用浓烈的世俗香气去盖，在佛法看来，就好比用大石头去堵正在决堤的洪水。这不只是堵住了味道，更是迷住了老人的神识，这股业力排不出去，全憋在身体里，会让老人走得更加痛苦不堪。而且那些浓烈的香气还极容易招惹来之前讲的冤亲债主，他们闻着味儿就来了，全堵在老人床前，成了解脱的沉重障碍。所以做儿女的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嫌弃。你心里只要起了一个哎呀好臭的厌恶念头，老人极其维系的神识马上就能感应到，他带着羞愧带着怨恨走，这是要堕入恶道的啊。讲到这里，外围的环境崩塌了，内在的肉身也开始解体腐朽了，那老人还剩下什么呢？就剩下最后一道防线了，那是埋藏在生命最深处的密码箱，也就是佛法唯识宗里讲的阿赖耶识第8识。当肉体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前6识全部报废，老人的理智彻底消失的时候，这个装满了他多生多世善恶因果的密码箱轰一声炸开了。这时候就会出现让世人最不解最害怕的第5个反常，满嘴胡话，呼唤亡人。很多人在医院陪护，或者在家里给老人送终，经常碰到这种现象。原本已经昏迷了好几天，连人都认不清的老人家，突然之间眼睛睁开了，眼神还透着光，也就是民间常说的回光返照。紧接着老人就开始对着空荡荡的床角或者天花板说起你根本听不懂的胡话，有的甚至会直呼其名，喊出几十年前就已经过世的爹妈、亲戚，或者早年结过怨的仇人。他们在那儿又哭又笑，
或吓得浑身发抖，一边挥手一边喊：你别过来，我不欠你。遇到这种情况，现在的年轻人都相信科学，赶忙叫医生。医生跑来拿手电筒一照，说是大脑缺氧或多脏器衰竭引发的临终浮妄，是幻觉，给打一针镇定剂吧。告诉你们，医生说那是幻觉，是因为现代医学观察手段的局限，在佛法看来，那根本不是幻觉。老人家此刻眼睛里看到经历的，比咱们现在坐在这里喝茶还要真实10000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要牵扯到佛法唯识宗理最深层的道理。阿赖耶识第8识，我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咱们人活着靠的是8识，前面6识是眼、耳、鼻、舌、身、意，也就是你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还有你后天学习得来的理智和思想。当一个人走到生命尽头，这前6识最先报废，眼睛看不见了，耳朵听不清了，最关键的是脑子里那个负责逻辑思考的意识第6识彻底断电。平时咱们健康的时候，有什么阴暗的念头，做过的亏心事，忘不掉的旧情，都会被理智死死压住。可现在理智没有了，肉体的防线全线崩溃，这个时候藏在生命最深处的那个超级黑匣子阿赖耶识就彻底失去了束缚，轰一声炸开了。这个阿赖耶识里装着什么？装着你这辈子、上辈子乃至多生多世以来你做过的每一件善事，每一件恶事，你欠下的每一笔情债、命债、钱债，这些在佛法里叫业力种子。当这个黑匣子被炸开，这些沉睡了几十年的业力种子在生命最后一刻全部起现行，就像放电影一样。那些旧账，那些恩怨，那些来接应你的过世亲人，或者来找你索命的冤亲债主，全都化作极其清晰的影像，实打实地出现在老人的神识里。这就是俗话说的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我早年在台湾的时候遇到过一桩真实事，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富商老先生，做了一辈子生意，头脑极其聪明，但在商场也是个狠角色。当年为了发家用尽了手段，到了晚年他得了重病，住在顶级的加护病房里。临走前的一天半夜，原本已经虚弱的连水都喝不进的老先生，突然在病床上挣扎着坐了起来，力气大的连护工都按不住。他脸色惨白，指着病房空荡荡的墙角破口大骂，骂着骂着就变成了求饶，浑身像筛糠一样发抖，嘴里不停地喊一个人的名字，说钱我不要了，我还给你，你放过我吧。家里人吓得够呛，以为老爷子疯了。后来他大儿子满头大汗跑来问我，我问他，你父亲喊的那个名字是谁？大儿子脸色煞白，支支吾吾说，那是我爸50年前的一个合伙人，当年被我爸做局坑得破了产，一时想不开跳河自杀了。我对他说，孩子，这不是你父亲脑子坏了，这是他的第8识打开了，50年前的因果账本翻出来了，人家的神识找上门来结账。这就是唯识宗里讲的终极清算。咱们普通人肉眼凡胎看不见那个场面，但在老人的精神世界里，那就是刀山火海，或者是故人重逢。所以各位，以后你们如果在病床前看到家里的老人突然满嘴胡话，对着空气跟死人聊天，甚至翻几十年前的旧账，做儿女的千万不要皱着眉头骂他老糊涂了。房间里哪有人，更不要去粗暴地反驳他，摇晃他。你的一句呵斥不仅叫不醒他，反而会让他原本就惊恐散乱的神识更加痛苦。
如果你让他起了憎恨心，觉得儿女都不懂他，嫌弃他，佛法讲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他这一口怨气咽下去，生死之间就随着业力掉进三恶道里去了。好了，讲到这里，5个反常由外而内，从死物到活物，从肉身到灵魂，我已经给你们扒得干干净净了。这就是生命解体的全过程，是一个极其严密、极具震撼的宇宙法则。生老病死就是大自然玩的一场游戏，老天爷把这些天机一层层露出来给咱们看，是为了考验活着的人呢。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既然咱们懂了这5个反常的玄机，知道老人此刻正在过生死大关，正在受因果的清算，咱们做儿女的到底该怎么接住这个大考？遇到老人胡言乱语，散发浊气，我们究竟该如何实操，才能帮父母挡住这滔天的业力，让他们走得清净安稳？别急，今天我就把佛门最核心、最正宗的保姆级实操救命之法教给你们。遇到这些变故，千万要稳住，这几招做对了，你不仅能帮父母挡住滔天的业力，还能保住你们整个家族的福德。第一步，实操断贪绝宅，守住家宅的定海神针。当家里出现狗哭猫叫、房梁作响这些气场动荡的时候，你们千万记住，家里的任何人绝对不能在老人的病榻前为了分家产、为了医药费起半句争执。很多人不懂这个严重性，老人是家里的阳气之根，现在根要拔出来了，家里的风水正眼已经极度脆弱。你们这个时候哪怕只是压低声音吵2句嘴，那种贪婪怨恨的负面磁场就像一把大铁锤，直接就把这个家最后的一丝福运砸得粉碎。老人一旦感应到儿女在为钱争吵，心里一寒，神识瞬间就会坠入冰窟，这叫带着憎恨走，直下三恶道。除了不能吵，还有一点，千万不能大声哭嚎。咱们儒家讲世间法，讲究孝道，觉得老人走了，儿女哭得越凶越孝顺。但在佛法这种出世间的大智慧里，这个时候大哭是毒药。老人正处在阴阳交界处，神识本来就迷茫害怕，你趴在床头撕心裂肺的喊妈呀，你别走啊，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呢？这一哭就是情爱牵扯。佛法讲爱不重，不生说破，你这一股浓烈的世间情爱，就像一条沉重的大铁链子，死死拴住老人的神识。他本来也许能往生善道，甚至佛果，被你这一拽，心生不舍，阴风一吹，直接又掉进6道轮回里去受苦了。所以遇到变故，儿女要把眼泪憋回去，这是最大的慈悲。第二步，实操顺境水，一碗清水化浊气。前面讲了，老人会散发出业力败坏的浊气，还会满嘴胡话，对着空气喊死人。这时候该怎么办？我给你们讲一个佛门里极其震撼的公案。早年间有个大户人家的孝子，他老母亲临终前正在经历4大分离，老太太浑身散发着那种带着甜腥味的恶臭浊气，痛得在床上直翻白眼，嘴里含混不清地喊着过去一些仇人的名字。这孝子心里急，又觉得味道确实难闻，怠慢了来探望的宾客，于是他花重金买来极品的海南、奇楠沉香，在老母亲屋里点了好几个大香炉，企图用名贵的香气把死气盖住。结果呢，名贵的沉香一点，老母亲不仅没有安静下来，反而面色铁青，双手在空中乱抓，喉咙里发出极其痛苦的嘶吼，眼看着就要不行了。就在这时候，一位云游的禅师
刚好路过他家，闻到了这股混杂着奇香和死气的味道，推门就进来了。老禅师一看这阵势，走上前去，哐当一脚，就把那几个香炉全踢翻了。孝子大怒，刚要发作，老禅师指着他的鼻子一声棒喝：孩子，你母亲此刻正在闯生死大关，她身上散发的浊气是她一生的业障在往外排，你竟然用世间的浓香去强行掩盖。这就好比用大石头去堵决堤的洪水，你把他的业力全闷在身体里，把他的神识全迷住了。你想让他被冤亲债主生吞活剥，生生世世堕入畜生道吗？这一声棒喝如雷贯耳，孝子当时就吓得跪在地上，哭着求老禅师救命。老禅师拂袖说道：去把这些名贵的香全撤了，把窗户稍微开条缝，去厨房打一碗最干净的清水来，放在你母亲的床头。为什么放清水？咱们道家讲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在佛门里，这碗清水代表的就是清净无染的本心。在这个气场极度混乱、阴风四起的屋子里，这碗清水就是定住磁场的法宝。第三步，实操大愿护持，助神识过关。清水放好之后，老禅师教了这孝子最后一招，也是最核心的一招。这一招在座的各位一定要死死记住。老禅师让孝子跪在床前，双手紧紧握住老母亲那双已经冰凉的手，不要哭，不要喊，顺着老母亲那些胡言乱语去安抚她。老母亲如果喊谁谁谁来找我算账了，你就要用极其坚定温柔的声音告诉她：妈，您别怕，不管您欠了谁的债，儿子今天发大愿，以后多做善事，多放生，多布施，您所有的债儿子替您还，您把心放下，什么都不要管了。同时孝子要在心里或小声连绵不断地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或者一直念诵南无地藏王菩萨圣号。你们要晓得，当老人自己理智全无，被第八世里的因果影像折磨的时候，他自己是毫无反抗之力的。这个时候唯一能救他的，就是至亲骨肉的大愿力。你握着他的手，你的体温就是他的依靠。你发下替母还债的大愿，配合着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无量加持，这股极其纯粹极其清净的能量，就会在你母亲的病床前形成一个巨大的保护罩。那个公案里的孝子照着老禅师的话，跪在床前死死握着母亲的手，眼泪往肚子里咽，一声接一声念着菩萨圣号，断发愿替母亲承担因果。奇迹发生了，到半个时辰，老母亲挣扎的双手慢慢放了下来，紧皱的眉头舒展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屋子里那股令人作呕的腐朽浊气竟然渐渐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从老母亲身体里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一丝淡淡的清雅的檀香味。最后，老母亲嘴角带着一丝微笑，安详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老朋友们，你们听明白了吗？面对这5个反常，不管它是响动，是怪味，是胡言乱语，咱们做儿女的不逃避，不嫌弃，用清净心去陪伴，用大愿力去护持，这就是世间最大的功德。你替他挡住了业力，解开了心结，他的神识才能干干净净稳稳当当地走向下一段旅程。生死不是一刀切，它是一条路。老人在前面摸黑走，咱们后辈的举着火把把这条路给他照亮。讲到这儿，生死的玄机和实操的救命之法，我已经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了。但讲了这么多，又是老屋冥想，又是四大分离，又是阿赖耶识，
信息量太大了。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听完可能转头就忘了。最后我啰嗦一遍，给你们做个最精炼的复盘。你们只要记住6个字：静动、身动、心动。静动就是老人要走，首先是外围的静物在动，家里的老物件坏了，猫狗惊叫了，屋里平白无故起阴风了，这是衣抱在崩塌生动。接着是老人的身体在动，肉体散发出那种极难闻的败坏浊气，这是4大分离的痛。心动，最后是神识大乱，胡言乱语翻几十年前的旧账，这是第8世里的业力全跑出来了。遇到这5个反常，做儿女的千万记住几条心念，一定要守住，绝对不能为了钱财吵架，绝对不能在床前大哭拉扯，绝对不能用浓香去掩盖浊气。只要端一碗清水，握着老人的手发大愿，念佛号替他挡住业力，这就够了。好了，方法教给你们了，但你们仔细想想，这就万事大吉了吗？难道咱们做儿女的非得等到床前出现这5个反常了，老人都痛得神志不清了，才手忙脚乱的去端水念经补救吗？佛法是入世的，也是极其现实的，真正的超越生死的大智慧，其实根本不在临终那几天，而在于咱们平时的每一天。这世间最好最顶级的风水就4个字：后养薄葬，或者叫后养胜于后葬。什么是后养？就是趁着老人现在还能吃，还能走，还能听见你说话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尊重。老人有时候啰嗦，你顺着他点。家里兄弟姐妹之间多顾念点手足之情，把家庭的和气守住。你平时把日子过好了，把老人的心安顿好了，让他心里没有怨气，没有遗憾。等真走到临终那一天，他的阿赖耶识里干干净净的，全都是温暖和善念，哪里还会有什么冤亲债主来叩门，哪里还会有什么恶臭的浊气。到时候就算你不懂怎么念经，老人家也会走得安详，面带微笑，因为你平日里的孝心早就给他铺好了一条通往光明的大道。这也是我今天坐在这里费了这么大劲跟你们聊这5个反常的根本原因。各位朋友，咱们学佛讲究一个词，叫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今天你听懂了这些道理，知道了怎么去面对生死，怎么去护持父母，这是你自己得利了。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的家庭，还有无数年轻的儿女，他们不懂啊，他们遇到老人在病床上挣扎，还在大声哭嚎，还在乱喷香水，甚至还在病床前争夺家产，硬生生把生养自己的父母推向了三恶道。所以我在这里要教给大家一个积累无量功德的任务，我希望你们动动手指，把这个影片转发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转发到你的家族群里。不要觉得这是在凑热闹，我告诉你们，这就叫法布施。金刚经里佛陀讲的明明白白，若有人已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不如有人为他人说一句佛法的功德大。你拿堆成山的金银财宝去救济别人，都不如你让他听明白一句因果的道理。试想一下，如果你的一个朋友或远房亲戚，因为看到了你转发的这个影片，心念突然转了一下，他在父母临终时少造了一个恶业，烧起了一次争执，把手里的香炉换成了一碗清水，用一句佛号代替了撕心裂肺的哭喊。你这哪里是转发一个影片啊？你这是救了一个人的神识，解了一个家庭的劫难啊！这就是正人玫瑰手有余香，这就是你在为自己、为你的子孙后代积累下一片深厚无比的
福田。最后我还有一句话，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能量的。在这个乌烟瘴气的网络世界，我希望咱们这里能成为一块清净的福地。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些大白话对你有那么一点点触动，一点点帮助，麻烦你点个赞，点个关注。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善言或者祈福。你可以写上一句愿家宅平安，也可以写愿天下父母善终，或者愿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们不要小看这一句留言，当1000个人、1万个人，甚至10万个人都在这里写下善念的时候，你们知道这会形成一股多么庞大的正向磁场吗？这股1000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威力是不可思议。而你敲下的每一个带着祝福的字，最终都会化作宇宙间的回向之力，反弹到你自己、你的父母、你的儿女身上，化作你们家宅最坚固的保护罩。好了，茶喝完了，道理也讲透了。生死不是一刀切，而是一条路。今天你怎么送别人，明天别人就怎么送你。把心安住，把人做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愿天下父母在世时被温柔善待，离世时得清净安详。愿咱们每一位朋友都能看破这世间的因果。我家宅清净，福泽绵长。下期再会。